没事，你拿着吃啊。说实话，这古老肉还你这6块。反正以前觉得喜悦8号太一般了，自从去了趟广州跟香港，感觉喜悦8号反而更好了。比那些小店，它的点心食材又稳定，不会有异味。反正就是一句话很简单，如果你没对比的话，你会觉得喜悦8号一般。如果你吃多粤菜，去多香港、广东的话，你反而还会觉得喜悦8号很有性价比。茶位费才5块，是没必要点它这些套餐。5块的茶位费。其实我大致看了下菜单，就是不管哪一方面都不够深，属于那种初级粤菜，但是价格还可以。我主要是吃偏点心、炒饭之类的，炒菜那肯定比不过那个红庆记。现包的，现包的。以后吃粤菜的点心都要去后厨核实。全部的冬瓜包老鸭。好，我看他澳门还有个店，人均也才200。闻着挺难闻的一股火腿味，喝着还不错，好像比丽苑的划算一点，这就20块。汤比较浓郁，应该是用放了火腿煮的老鸭汤，鸭腥味倒是没有，还可以，挺浓郁的。反正不惊艳，但也不踩雷，还有点奶香味，还可以这个汤。远处闻着一股腊肉的味道，不太好闻，比丽苑我喝的那款汤要好喝。30块的汤比丽苑200块的汤好喝。好，虎皮卷哈。哦，先加虎皮卷是吧？这个跟香港的不太一样，这是虾肉为主，而且比较厚。香港那个没那么厚，比较薄，比香港那个鲜多了，而且没异味，不错，性价比高，价格一样。虾饺黄。其实香港的朋友可以来尝尝，性价比高。麻辣糕。虎皮虾卷可以说跟香港吃的那个小店味道味型基本一模一样，就是更新鲜，虾肉更多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喜悦8号不是上海人开的，是澳门人开的。澳门还有个7年的店。带子饺。哦，它那个虎皮卷汁很多是吧？香港那个猪肉太多了，而且比较薄，没这个好吃。不是所有香港，就我吃的那家店。看看带子饺跟富林饭店的比哪个好吃？尝一尝啊，跟富林饭店的比，中间馅儿特别多。这个汁跟富林饭店的一样多，味道一样的，还可以，就胡椒粉放多了一点点。基本跟富林饭店没啥区别，也有区别。富林饭店的菜要多一点，水平差不太多，可能还是富林饭店稍好一点吧，但价格差了3倍。你让他炒饭上来。好，马上就来哈。虾饺30多块钱，跟香港的差不多，小店路边小店。它这个虾更甜更脆，而且没腥味。其实香港的朋友可以来试试，看跟香港的性价比如何。吃块麻辣糕，这麻辣糕这一看就现蒸的，尝一尝，跟那个何鸿记比，这个不太像麻辣糕。没吃过。有点像真的奶油糕，还挺好吃的，是吧？吃个鸭子看看咋样。这鸭子反正我确定肯定没那个丽苑的好吃。鸭子就是一个没腥味的嫩的鸭子，但是丽苑的就是跟它味道一模一样，但是丽苑的鸭子更多汁。我说是广州的店啊，不是上海的店。今天这鸭子吃的有点咸是吧？味道有点重。腥味倒是没有是吧？这麻辣糕更像自己做的，不像其他那些，反而有点像预制菜。这个麻辣糕特别松软。我来尝尝你这个爆汁鹅的。就那个是虾的烧麦。对，珊瑚虾烧麦。
我先尝这个爆汁鹅掌的，这好像也没有老旧的味道，感觉跟富林饭店差不太多。我吃过鹅掌，人家那个是波兰的鹅掌，这个是啥？我竟然觉得这个更嫩，好像跟富林饭店那个也差不太多了，因为两个汁都是有点老旧的味道，也不是特别鲜，但挺嫩的。这才38块，你们可以来试一试。我觉得这个有股火腿的味道，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虾饺。10月8号这几个点心还是很优秀的。说真的，这个比我吃的香港的还好吃一点，因为香港这个面太多了，这个就纯猪肉跟纯虾，这基本没面。还有香菇。对，这个还好吃一点。可惜10月8号只有基础的点心。他这个主厨是澳门的那个米其林大厨，也是粤菜泰斗吧。我觉得香港的观众可以来试试，他们家点心做的还不错，而且又便宜。只是它这里的点心比较基础，感觉也不是那种炒饭米，好像这个还不够长，再长一点。它这米是有灵魂的，而且不干，也不湿，比那玉宝轩跟那丽苑的好吃太多了。你们可以来吃这个炒饭，反正我吃过粤菜店里面炒饭最好吃的就是他们家，其他那些太干了。今天这鸭子有点咸，不知道为啥，味道还行，就太咸了。尝一个古老肉，我一般不吃这种的，主要是跟富林饭店对比一下。尝一尝，它这中间的肉特别嫩，皮还特别酥，这比我吃富林饭店的好吃。这好像不是猪肉吧？你尝一会儿，我吃的还像猪颈肉吧？是梅肉，不是猪颈肉。之前是梅肉。对。然后换成这个。对，就这个特别脆，还特别好吃，也不肥，而且。这个就脆。猪颈肉味道还可以，你们可以来试试。甜，反正你在咕老肉里不算特别甜的，但是你要跟普通的比肯定甜。对，它这个放了白醋，闻着特别熏鼻子，而且壳超级酥脆。它这道菜这些汁做的还是没富林饭店的精致，水果这些超酸。肉的话还行吧，还是没富林饭店做精致，但是它用的这个猪颈肉比富林饭店那个梅肉要脆一点，但是这个价位来说已经没毛病了，比那些路边小店跟酒楼的要好吃。那个鸭子没那个广东丽苑做的好，但做的也挺好的，就太咸了，可以来体验一下。炒饭比较好吃，比我在广东吃过的都好吃，因为它这个是有锅气，而且不是用炒饭米炒的，这性价比吧，比香港没有一个菜超过100。反正10月8号就属于一个性价比，解决一下想吃广东菜的这种想法可以。